此前曾有消息传出，特朗普期望在4月20日复活节前推动俄乌达成停火协议，而普京方面则寻求在5月9日之前实现停火，并向特朗普发出访俄邀请。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所述，在2月12日的特普通话中，普京正式发出邀请，当时特朗普也表达了对尽快会面的期待。但当下局势表明，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将中国或俄罗斯列为外防首战。3月份，中美之间的互争关税余波未平，双方高层接触尚处于初步阶段，距离特朗普所期望从中国达成的大交易重磅协议还有漫长道路要走。俄罗斯方面，尽管美俄初期在沙特的谈判看似顺利，可特朗普逐渐察觉到普京似乎在有意拖延，除非美国与乌克兰做出重大让步，否则俄罗斯对快速停火兴趣缺。特朗普上周末接受采访时已发出警告，若俄乌未能达成停火，且他认定是普京政府的原因，美国将对俄罗斯出口石油加征 25% 到 50% 的2级关税。透过这些现象深入分析，特朗普上任之初或许确实曾考虑将中俄设为外防首战，借此彰显他与其他大国领导人的良好私人关系，同时凸显自己与前任美国总统的不同之处。他时常诟病拜登、奥巴马处理不好与大国关系，渴望向选民证明自己并非深层政府的傀儡，而是能办实事的总统。然而仅仅2个月，现实的残酷便打破了他的幻想。他发现大国关系远比想象中棘手，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追求更有利条件，而中国坚持一贯沟通模式，即两国外交团队先达成协议，高层再进行私人接触，以最终敲定，并非特朗普期望的先私人沟通后定协议。无奈之下，特朗普只能回归过往模式，价高者得，哪个国家给出的利益多，就先出访哪个国家。此次拔得头筹的依旧是沙特，如同8年前一样。早在3月6日，特朗普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透露，很可能在未来1个半月内访问沙特。他直言，通常美国总统会先去英国，但我这次可能要去沙特。上次我去沙特，他们拿出了4500亿美元。这次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愿在4年内向美国企业投资1万亿美元，那么我就会去。他们同意拿这笔钱购买美国军火和其他很多东西，所以我会去。特朗普完全以商人思维看待总统外访，在他眼中，首次外访具有极高交易价值，按传统去英国、美国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被盟友盘剥。相比之下，去沙特一趟能给美国带来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收益，何乐而不为？值得留意的是，这1万亿美元还是涨价后的结果。1月下旬，沙特最初答应4年投资6000亿美元，特朗普回应称上次是4500亿。如果这次额外再买4500亿或5000亿美元，我想我可能会去尽显商人式的讨价还价本色。沙特愿意掏出这笔钱，自然也有其政治考量。一方面，1万亿美元可保障未来4年自身安稳，特朗普计划在中东收缩力量，沙特不希望自身利益因此受损。另一方面，在巴以、伊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沙特期望制衡以色列对美国的影响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此外，沙特还想继续充当美俄、美乌、俄乌谈判平台，扮演中间人角色，借此提升国际影响力。有消息人士指出，沙特原本计划在俄乌达成停火协议后安排此次访问。从特朗普将外防首战再次定为沙特这一事件管中窥豹，尽管他此次重返白宫来势汹汹，意图大刀阔斧改造美国，重塑世界格局，但诸多方面仍未脱离过往轨迹。本质上，特朗普还是那个以利益为导向、充满商人气息的特朗普。随着5月中旬的临近，特朗普即将开启其重返白宫后的首次外访之旅，目的地沙特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沙特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对于特朗普而言，选择沙特作为首访对象，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背后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在能源领域，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其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波动对全球油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虽然近年来在页岩油开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能源自给，但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沙特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特朗普期望通过加强与沙特的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他希望沙特能够稳定石油供应，避免油价大幅波动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美国的能源企业也渴望从沙特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合作机会。例如，美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通过与沙特的合作，可以将这些技术输出到沙特，进一步拓展美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东地区一直是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敏感地带。沙特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在地区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之中，从之前的军事介入逐渐转向寻求战略收缩。然而，这种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放弃在中东的利益。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可以在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巴以问题上，沙特一直试图在阿拉伯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的表态，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关注。沙特希望通过与美国的紧密合作，在巴以问题上维护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平衡以色列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力。在军事合作方面，沙特一直是美国武器装备的重要买家。此次沙特承诺在4年内投资1万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和其他产品，这对于美国的军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订单。美国的军工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大量的军事订单不仅可以促进军工企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链的繁荣，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于沙特而言，购买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助于提升其自身的军事实力，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同时，通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沙特也可以在地区军事平衡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然而，特朗普的沙特之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国际舆论方面，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特朗普将外防首战定在沙特表示质疑。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决策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如人权问题。沙特在人权方面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在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之后，一些人权组织呼吁美国政府在与沙特的合作中应该更加关注人权问题，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利益。此外，特朗普的外交决策也引发了美国国内部分政治势力的不满。一些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将外防首战定在沙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们担心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会损害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声誉。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密切关注着特朗普的外交动向。对于中国而言，尽管特朗普未能在100天内访华，但中美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虽然2、3月份的互征关税给双方的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双方都意识到合作才是共赢的选择。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外交层面，中国继续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俄罗斯在面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调整时，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分歧依然严重。尽管美俄之间进行了一些谈判，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依然相距甚远。普京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目标是确保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维护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稳定。俄罗斯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干涉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一方面加强了自身的军事防御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与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能源合作，俄罗斯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国家的对俄政策。在全球经济格局方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调整也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朗普政府一直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试图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引发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也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造成了冲击。
许多跨国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全球布局，调整生产和投资计划。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他们的出口市场受到限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合作机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促进了地区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复杂，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严重，特朗普的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制约。一些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过于激进，缺乏长远规划。在国会中，民主党人可能会通过立法等手段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制衡。此外，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也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他们担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会损害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美俄围绕中东利益的博弈更趋复杂。俄罗斯以退为进的政策不仅缓和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从而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也使得中东几个区域性大国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那么，俄罗斯撤军对中东格局究竟有何影响？如火如荼的中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是否会受到波及？本期宏观探讨俄罗斯撤军引发的风云变幻。大家好，欢迎收看宏观。最近呢，好久没有点评时事了啊，所以今天呢，想就目前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做一个点评吧。首先，我觉得第一件大事儿就是最近呢，3月15号啊，俄罗斯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很多人就在猜啊，这普京到底是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啊？去年9月进入叙利亚战争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征兆啊，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他就开打了。而这次撤军也是事先没有半点的通报，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就宣布撤军了。所以有几种看法，也有一种呢，就是俄罗斯打不下去了啊，由于国内的经济一直在衰退，然后金融情况也不好，所以他是没钱了，烧不下去了。那么呢，还有一种呢是认为俄罗斯已经完满的完成了他的战略目标，啊，你比如说他已经稳住了阿萨德政权啊，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标，然后他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彰显，特别是赢得了跟美国、欧洲这样的一个平等对话的机遇啊，所以这些条件都已经达到了，他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叙利亚，进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啊，因此他们选择了撤军，是一种主动的胜利型的撤军。那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俄罗斯这样做，它其实就是一种表面的文章，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的这种进攻啊，它主要是一种空战，而不是地面部队的大量进入，所以飞机飞来飞去并不影响啊，就是哪怕它撤军撤到俄罗斯本土，它如果再进入，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部署，因此对俄罗斯来讲，撤不撤军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也就是俄罗斯它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没有受到任何本质性的削弱，军事基地还在，然后它的空军啊随时可以重新进驻啊，一旦局势不好可以重新的进入这个阵地，而它这样呢取得了一种战略性的主动权啊，它高姿态，然后又给和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这是普京非常高明的一手。当然了，这个问题啊肯定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件事儿，它必须要跟其他几件事儿联系在一起，恐怕才能看出一些名堂来。那么第二件事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我最近看到了《大西洋月刊》，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外交方面的刊物。今年4月份，它有一篇长文叫《奥巴马的原则》，就是讲奥巴马执政以来吧，可以说对他外交政策制定的一些细节的过程。表达了非常传神。那么在这篇文章中，我觉得有一个重大信息是让我看了之后挺吃惊的。在这篇文章中间啊，这个记者去采访奥巴马，然后就谈到了乌克兰问题。结果呢，奥巴马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可以说石破天惊的观点
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人的核心利益，但不是我们美国的核心利益。啊，他说这个乌克兰由于不是北约国家，所以他在面对俄罗斯强大的占主导性的军事力量面前，他是非常脆弱的。而无论我们美国做什么，其实都改变不了这一点。啊，注意啊，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篇记者采访他关于他回顾外交生涯的这样一个文章，但显然总统的这个对外交重大问题的这个表态，绝不是随随便便的，绝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别像乌克兰这么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问题啊，他不可能就自己兴之所至随口就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这个报道这样来看，从字面上意义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啊，因为以前是力挺乌克兰的，而现在呢，居然说这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也就是说我们准备放弃，那块儿就由俄罗斯人说了算，它就会带来这么一种严重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种冲击。那么这是第二件重大的事情。第三件重大的事情，就是3月4号，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一个公开场合上发表了一个看法，就说乌克兰呢，在20到25年之内是不可能加入北约的。当然，在这个话发表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对乌克兰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啊，因为之所以当初跟着美国和欧洲起来跟普京去对抗，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想加入北约，当然是想得到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种支持。也正是由于美国、欧洲大力的支持乌克兰，他们才敢于或者才愿意去挑战普京。结果呢，现在的情况一看，整个的局面反转了啊！我相信乌克兰人现在也会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啊，他们肯定会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被美国和欧洲所抛弃。注意啊，这3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想，我们大致就能看出为什么普京会突然宣布撤军了。那么在我看来啊，现在叙利亚战争其实进入了一个叫交换筹码的阶段。我以前说过啊，普京之所以会进入叙利亚去发动这场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为了给自己创造筹码啊，这是大国经常玩的一个游戏。本身他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在乌克兰问题上是被欧洲和美国所围剿啊，经济制裁等等。要摆脱这种困境，如果直接去谈判的话，那么他就必然要在乌克兰问题上或者克里米亚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这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因为那是他的核心利益啊，他必须拿核心利益去跟美国和欧洲交换。这个普京是不干的，他玩了一个什么呢？在叙利亚创造出一个新的筹码，介入叙利亚战争，然后以打击伊斯兰国，这是一个天经地义，可以说占尽了这个道德制高点的这么一个这个理由。那么在受到叙利亚政府的邀请之下，也完全是合法的啊。然后对大家所有人都非常痛恨的伊斯兰国发动进攻，这没有任何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筹码，这个筹码现在可以拿出来使用了，就是用这个筹码去交换美国和欧洲在核心利益上，他们的一些诉求。所以现在这就是进入了一个战争之后交换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谈判过程啊。美国和俄罗斯显然在今年的2月份或者更早一点时间，已经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或者达成了某种共识啊。这种共识就是交换筹码。这个交换筹码怎么来理解呢？注意啊，俄罗斯撤军本身不算一个筹码，因为美国知道你这个飞机飞过来，空军再撤出去，这都是几十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儿。你拿这个东西来跟我换，那对不起，这个筹码太轻，我是不愿意跟你换的。如果要换得美国对乌克兰问题的重大的这个政策的转向，就是承认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国核心利益，做这么重大的调整，俄罗斯就必须要拿出真金白银的东西，就是在叙利亚这个棋盘上真金白银的东西来进行交换，绝不是撤军。那么这个真金白银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俄罗斯人在这个前不久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产生了强烈冲击的那么一个新概念，就是俄罗斯人首次建议叙利亚应该搞联邦制注意这话不是美国先提出来的，而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先提出来的，这是很有学问的这个注意谁提这个方案也很重要如果这个联邦制这个提法是美国提出来的，恐怕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因为叙利亚也好，伊朗也好，包括其他国家都会认为这个可能是别有目的的，都会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但是俄罗斯提分量是不一样的。第一，你阿萨德政权不是靠我，你根本就存活不到现在，所以它有一种拯救者这样的一个高姿态所以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你自己掂量着办，对吧？所以它会有一种非常重的分量。而美国在这个方面它就没有，因为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俄罗斯人提是比较恰当的。那么什么叫联邦制？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有且只有一个政治实体，也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有些国家不同，他们喜欢抱团取暖，由多个政治实体，比如共和国、州、邦组成。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就叫做联邦制。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联邦成员在加入联邦之前都是单独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都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们能甘心接受联邦政府的领导吗？这个问题好解决。联邦政府说了，联邦成员只要把部分权力让给联邦政府就好，该自己管的还自己管，双方在宪法规定的权限内独立行使权利，不受对方干预，甚至联邦成员可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只是在双方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宪法及法律高于地方宪法及法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联邦制的国家，另外还有俄罗斯、德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也实行联邦制。现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约有20多个，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同盟，甚至遥远的圣经时代。据圣经记载，以色列诸部落为了摆脱埃及法老统治和对外邦作战，曾结成紧密的同盟，这就是联邦制的前身邦联制。我认为这个联邦制的提出，就是俄罗斯对美国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筹码的互换，因为乌克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对俄罗斯来说是个核心利益，而相对应的联邦制这个提法，对于美国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或者换句话说，是俄罗斯要做一个重大的战略让步这个筹码怎么来解读？因为我在以前节目中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美国总体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他们这个外交智囊的这帮人，总体战略思想是要肢解叙利亚，包括伊拉克要在那个地方很可能会鼓励库尔德人建国，这是一个可能是个长远战略。要实现这个长远战略的话，分治肢解叙利亚是问题的关键但是由于这个阿萨德政权没有被推翻，不管是用了几年时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奏效。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始终存在着，再加上俄罗斯进来一帮忙，他这个政权就逐渐稳定下来了，而且反攻还取得了不小的收效，扩大了这个领土，扩大了控制范围。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让阿萨德政权承诺或者他允许把自己的国家进行肢解，这是很难做到的。俄罗斯这个联邦制这个含义，在我看来跟美国所提出的肢解叙利亚某种意义上有一些交集怎么来理解呢？美国的这种肢解就是它分裂成3个国家，当然一个是现在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政权所控制的核心的都市区，比如说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拉塔基亚这条走廊，沿海的走廊是它核心的区域，这一块就是阿萨德现政权的区域。那么北部呢，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那一块就是库尔德人所居住的地区，那个地方可能会分裂出来。另外还有就是叙利亚这个东北角这一块有2个省戴尔祖尔和拉卡，这2个省可能是划给逊尼派的，所以这就把叙利亚一个完整叙利亚切成3块。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图谋。那么以前美国虽然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其他的主要国家像俄罗斯和伊朗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个提法。但是联邦制的提出，我觉得跟美国这个分治的就是肢解的这个概念就已经有点靠拢了什么叫联邦制呢？
联邦制最后的划分一定也是这样，3块，都市区是一个这个政权，地方政权，然后拉卡戴尔祖尔这是一块，这是逊尼派它的区域，然后库尔德人是个区域，你不过是存在一个联邦的名义，但它的实权一定是进行分割的，也就是虽然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共同承认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实际上在运作权力过程之中，这个国家已经分成3块了。俄罗斯同意这个条件，其实就是在对美国做一个重大的一个筹码的交换，否则的话，我相信美国人也不可能把乌克兰直接放弃不要所以这双方是一个重大利益的交换。这个问题我觉得再次告诉全世界的人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是正义我们的情绪我们如何要讲什么仁义道德或者要讲这些东西，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国之间的博弈说到底就是冷冰冰的这个利益交换我们必须得适应，否则的话你会出来打抱不平，你会觉得怎么能这样？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怎么能就把小国利益给牺牲了呢？乌克兰就把人家放弃了，然后叙利亚这边难道就同意让他肢解吗？这个都是情绪化的一种看法，在国际政治上完全不适用。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应该学会去深刻理解，坐在这些大棋局旁边的这些高手们是怎么在思考问题的，怎么来进行利益交换的为什么这个利益这个筹码跟那块筹码分量差不多撤军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筹码，不足以进行交换。进行交换的就是联邦制，联邦制是另外一个词的代名词，其实就是分裂分解这个叙利亚。当然了，俄罗斯这个联邦制的提法其实还有后手这个后手就是要看双方执行过程之中它有没有什么反复。比如说美国说乌克兰问题我不管了，这是他现在的承诺，以后他会不会反悔或者过半年或者过1年，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支持乌克兰问题，再跟这个俄罗斯进行叫板呢？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相反，既然你存在以后有这个反复的可能，我这边的联邦制就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那么对俄罗斯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这个概念的弹性，它可以朝2个方向谈，朝美国那个方向谈，那就是分裂；朝这个阿萨德这个方向谈，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之间的一个类似于美国这种联邦制它还是有中央政府，有州政府，对吧？大权还是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的权力仍然是把握在大马士革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美国所需要的那种分裂就有相当大的距离了。这个概念保持弹性，我相信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来看国际博弈中间的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就是特别像这个联邦制的提出，它就是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随时可以调整。那么相对应，你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和欧洲你对我的执行态度将直接影响到我对联邦制的定义。所以现在在整个谈判桌上分成了几派。当然对于阿萨德来说，联邦制他是不能反对的，因为这是俄罗斯人提出来的，所以他会尽可能的要求联邦制往中央集权方向来谈这是他的主要诉求。当然了，这个逊尼派就是他这个领土之内的这些很多反对派，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一定是要求分裂的，就是一定要求把这块戴尔祖尔和拉卡这块割裂出来，让我们独立建国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库尔德人呢，显然也是非常倾向于建国，就是独立分裂。不过这3派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达成共识，其实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仍然是由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更大的战略问题上能不能达成妥协，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叙利亚搞联邦制这个概念的提出，对其他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我们首先来看有几个国家是受这个事情直接影响的。首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乌克兰是整个这个交换中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他本来没有必要跟俄罗斯搞得这么僵，现在爆发了内战，损失了土地结果什么也没得到，非但没有得到，而且加入北约这个事情空头支票也还要再推迟20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当初何必要跟俄罗斯
对着干呢？我现在经济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而且没有内战，克里米亚还是我的。所以在整个这个游戏中间，可以说乌克兰犯了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他严重的低估了这个两个强权之间进行博弈，他夹在中间这种国家是绝对没有好日子过的，这是他的应该说最大的一个失败者。第二个失败者是谁呢？土耳其，土耳其跟俄罗斯关系在这场战争之前，本来双方的关系是挺好的，俄罗斯给土耳其供应天然气，土耳其帮助俄罗斯这个发展经济，包括很多这个贸易，双方搞得都很不错。比如说我们去年去土耳其的时候，你看这个外国人很多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游客到土耳其去消费、去旅游，双方的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就叙利亚战争爆发之后，我们会看到土耳其现在跟俄罗斯就变得像仇人一样。当然了，我相信这个某种意义上不是土耳其的本意我相信他们走入了一个圈套这个圈套恐怕是土耳其人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就是可能某一些承诺给土耳其人一种暗示，只要你跟普京对着干，只要你跟他发生这种冲突，那么你就会得到利益你比如说土耳其，他现在跟欧盟之间有一些经济援助问题，他要加入欧盟的问题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利益的这种转让对土耳其来说，他们也是支持把阿萨德给拿掉，换成亲土耳其的，也是有这种企图的。但是他在整个布局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游戏的最终他得到了什么？他非但没有得到东西，而且失去了很多。首先，阿萨德政权仍然非常稳固，他把它换掉的目的没有达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没有完成。第二也就是他为什么我说他走入了一个圈套，不经意之间打出这个库尔德人我们都知道库尔德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境内库尔德人始终是这个土耳其的心腹大患。如果在叙利亚那边打出个库尔德自治区乃至一个库尔德国家的话，哇塞，那整个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人就会产生极大的离心力。所以当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逐渐成型的时候，我们看到土耳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内乱，甚至已经爆发了内战。最近连续一段时间，土耳其的各大城市都在发生爆炸案、恐怖袭击案。那么土耳其人已经在它的东南部跟库尔德人已经发生了战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内战的先兆。所以土耳其在这个整个的棋局中间，它是损失严重的。我记得我们去年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它的整个治安情况，包括国民，包括整个经济都很不错让我们觉得这是个旅游胜地。短短的1年之后，风云突变，它就已经是恐怖主义到处活动，然后内战，甚至这个冲突已经濒临爆发，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决策肯定是存在着重大失误的，否则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它的战略上，我觉得是掉入了一个圈套。把俄罗斯飞机打下来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半点的好处。结果呢，你反而得罪了一个大国，这个大国现在开始给你下眼药了。注意现在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联合在支持库尔德人自治，那么对土耳其而言，这就是俄罗斯开始报复了，他得给你下眼药。如果库尔德人独立了，只能说明土耳其内部的内乱会更加严重，它有可能卷入长期的这样的一种血雨腥风。所以土耳其人现在开始出现反思，他们在琢磨我们哪些地方走的不对。所以土耳其最近出现了重大的战略上的调整的迹象。这个迹象怎么体现出来？土耳其人开始跟伊朗人相互靠近，因为这有4个国家涉及到库尔德人的问题。当然，除了叙利亚、伊拉克他们这个北部是库尔德人之外，另外2个大国就是土耳其和伊朗，他们的东南部和这个西南部，也就是在4个国家中间交界这个地方都有库尔德人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俄罗斯提出来这个联邦的这套思路，其实不仅刺激了土耳其，某种意义上也刺激了伊朗因为大家这么一看，按照这个方案执行，那么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一定会获得某一种自治的权利，而这种自治的权利获得将成为一个未来的基础，它会不断的生根发芽，最后会把其他另外3个国家库尔德人全部都卷进来，那就造成了不仅对土耳其有重大冲击，也对伊朗有重大冲击。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也是跟伊朗爆发过长期冲突的，所以这4个国家库尔德人都是个严重问题。不仅现在土耳其人很担心，就觉得自己战略上有点中了圈套，现在伊朗也有一些不满，因为本来大家联合在一起，在叙利亚这个地方是为了巩固阿萨德政权，当然也是为了扩张什叶派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但是现在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出现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理解到了普京一句名言这个名言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只有战略伙伴，没有战略盟友这话怎么来理解呢？伙伴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一夜情了，盟友那是婚姻盟友就是在爆发战争情况下你必须要舍力拼命流血要去打的，这个叫盟友。但伙伴就要弱得多，这种关系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只是阶段性的合作，到了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我达成了我的目标之后，我就会走人，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土耳其现在靠近伊朗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就是他们现在希望能够缓和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现在希望就是对土耳其人来说最好的一个选择是成为俄罗斯跟沙特这个逊尼派这个领袖之间的某种过渡他准备承担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就是当俄罗斯跟沙特包括伊朗这2派斗争的非常激烈的时候，土耳其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它是逊尼派，但它不是沙特这么激烈的逊尼派。那么某种意义上，它如果能够起到这个缓冲作用的话，对双方对2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都比较容易处就是沙特要影响这个俄罗斯或影响伊朗，要通过土耳其，它就有价值了。反过来，如果这个伊朗和这个俄罗斯要去影响沙特，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如果朝这个方向去转，这个说明土耳其还比较的聪明。现在我觉得伊朗和这个俄罗斯之间，虽然大家还是伙伴性的关系，但是双方已经意识到对方的帮忙能够帮到什么程度，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现在伊朗在跟土耳其靠拢，这是有原因的，就是双方共同都面临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就是一旦联邦制得到被确认，这意味着这2个国家长期的内乱就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中间涉及到另外一个大国，就是沙特。沙特一贯以这个逊尼派的领袖自居。那么沙特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沙特总的感受可以描述成一句话：不满意，但可以接受。为什么不满意呢？沙特的一开始战略目标是彻底搞垮阿萨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谈判的余地的。但是后来，特别是俄罗斯卷进来之后沙特开始反思，或者开始越来越清醒，认识到恐怕要推翻阿萨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已经打了5年了，5年都没有干掉这个阿萨德，你短期之内能做到吗？所以沙特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冷静下来了就是这个虽然不满意搞成联邦制但是呢为什么可以接受？如果他朝美国所设想那个方向去发展，那对沙特还是很有利的。那不过就是个名义上的一个中央集权，对吧？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实权已经变到了地方上，也就是沙特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多控制了叙利亚2个省代尔祖尔和拉卡。如果把这2块受这个沙特影响的地区置于沙特的影响之下，它至少还是有所得的。这个是沙特现在的一个主要的感受。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叙利亚这个新的局面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那句话，叙利亚保持领土的完整，这对我们来说利益是最大的。它如果分裂越往分裂方向走，其实对我们来说越不利。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你的国家战略仍然是一路一带，那沿途的所有国家越安定团结，越欣欣向荣，对我们来说越有利。那么它越是分裂，越是战争，对我们来说越不利。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使劲的机会，就是你没有杠杆，撬不动。那么在联邦制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这个局面呢，对中国来说就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它走向
越来越走向肢解和分裂，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还有一种呢是走向一个这个中央集权更强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利益来说是比较好的。不管叙利亚这个联邦制最后以什么名义或者以什么形式来出现，那么这都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叙利亚的领土主权已经再也不可能回到5年之前了。可以说，叙利亚的完整、领土的完整、它的主权的完整性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这种损伤。